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Start Learning Chinese with Annie。今天我会跟大家做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游戏，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游戏，就是 MBTI 的测试，它是一个性格测试。那我为什么想做这个性格测试呢？这几天我看了一个新闻，那我觉得现在在很多的公司、很多的企业，他们在招聘员工的时候，他们常常会使用一些性格测试，根据这个性格测试的结果来招聘新的员工，那这个人是不是适合这个职位，或者这个人的性格他能不能被录取。我觉得这样的新闻很有意思，因为我觉得这个性格测试，像这样的测试结果，我觉得不一定是那么的准确。但是呢，我非常好奇这个结果到底有那么准确吗？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不是特别的相信这个测试的结果。今天我会跟大家一起做一下这个测试，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测试的结果没有那么的准确啊。但是今天我们会一起学习很多跟性格有关系的和跟我们自己的心理有关系的词。那我希望今天这样的一个视频可以更好的帮你学习，或者可以更好的帮你了解你自己。好的，那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那我们继续我们的测试，只是刚刚过了20%。在确定行动方案时，你优先考虑事实，而不是人们的感受。好的，就是比如我觉得很多的这个题目可能就是在工作方面可能会更适合啊，对，在确定一个行动方案，比如我们在做一个项目，那这个项目呢已经确定好了这个行动的方案，那我觉得这个优先考虑事实的情况，而不是人们的感受。那比如像这个我们确定了这个项目，那可能我们的这个团队里边有5个人，那有1个人可能因为这个个人的原因，他不能参加啊，不能参加，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做不了这个项目了。那我要优先考虑这个事实，就是这个项目是最重要的啊。那这个人的感受，如果他不能参加，那因为他的这个原因，我应该可能是找别的人去代替他，这个项目可能会更重要。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一个题目，就是要怎么样去更多的去解决这个实际的情况。如果这个项目特别的重要，我觉得可能会比人的感受会更重要一些。所以这个还是一个要分这个情况吧。如果没有我觉得如果要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情况的话，我应该会考虑这个事实，而不是人们的感受啊。对，就是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更多的，那我应该是比较同意的。那我们下一个问题，你经常在毫无计划的情况下开展一天的工作，没有任何的计划呢，开始了一天的这个工作。对于我的情况，我应该是完全不是这样的。对，就是我基本上前一天甚至是2天、3天，我已经知道了就是这个差不多是这个星期大概的一个工作的计划。现在呢，甚至有的时候我要
安排这个下个月或者是2个月以后的一些工作的安排。如果有一些重要的旅行，我可能会提前2个月或者几个月就安排好。那这样的话不会影响我的工作，所以我觉得经常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工作的话，这个应该是对我的情况是完全不是这样的啊，所以我应该是完全反对的。好，那你也想一想你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好，下一个，你很少担心你是不是给人留下好印象。好的，就是你给别人的这个印象，你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是怎么样的啊？特别是第一印象啊，你很少担心。我觉得这个情况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啊，我不会特别的担心，可能以前会很担心，哦，这个人他喜欢不喜欢我，他对我满意不满意，老板对我的情况满意不满意，可能以前会想一想。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呢，越来越少的去担心，可能这个也是跟工作经验和自信啊，有自信心这样的可能有更多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同意的。特别是现在我开始做一些这个视频，那很多的人会告诉我啊，我非常喜欢你的视频，非常的有用，非常的有帮助，那我非常的高兴。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去让所有的人都很满意，因为每个人有自己喜欢的风格。但是我也希望我的视频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啊，对，希望你们会觉得，所有的视频都是有用的、有意义的。好，那下一个问题，你喜欢参加活动？团体活动就是跟很多的人在一起啊，像大部分的人现在可能会说，哎，这个运动啊，或者是娱乐的一些活动，比如像跟朋友去唱歌啊，或者是打牌啊，现在有很多的这种桌游的游戏。所以呢，很多的人会喜欢团体活动。现在我的情况是的，因为我的工作非常的忙，而且大部分工作的时间的话，都是需要自己，很少的这个跟别人共同工作的这种情况。所以呢，就是大部分时间是需要自己去工作的。那如果我有机会参加这个团体的活动，特别是运动啊等等，跟朋友见面，那我很喜欢参加团体活动啊，对。好，那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同意的啊，我喜欢参加，这样，但是这个实际情况是很忙，这样的机会是比较少的，但是如果有机会，我是喜欢参加的。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下一个问题，你喜欢尝试未经检验的新方法？啊，这个问题就是来测试啊，我喜欢不喜欢这种比较新的东西啊，比较新的东西，尝试未经检验的这个很有意思，听起来不是很确定啊。那比如像我去年坐了一次这个无人驾驶的出租车啊，没有司机啊，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一种科技啊，当然没有司机。当时的这个情况，是在这个交通这个路上没有那么多的车，但是如果要是这个交通的情况非常的复杂，其实是让我比较担心的啊。对，那没有检验的，或者不是特别确定的，我觉得如果要是对我的安全有影响的话，那我一定会有点担心，我应该不会特别喜欢尝试的，那我会想有点比较反对吧，我比较反对的。所以如果大家要是对于哪一个问题，你们有就是更有意思的一些解释啊，也请大家在这个留言里边告诉我啊，我很感兴趣，大家对这些题目有什么样的感觉，有什么样的想法？好，下一个问题，你更注重敏感，而不是完全诚实。我要想一想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更注重敏感，而不是完全诚实。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下，我是可以诚实的，对，没有必要去说谎啊。但是我感觉他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人呢，你觉得比如像他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不是特别的适合他啊，不太适合他，那你说出来的话，你又觉得这个让这个人没有面子，你就不要说出来啊，对，可能不要让这个人觉得不舒服。那你更注重敏感，而不是完全诚实。那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会说啊，对，或者是一个人可能胖了很多，那在可能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这是比较私人的一个问题，我不太会说。但是其他的情况下的话，如果跟工作有关系的，可能我会比较诚实的是去说出来啊，对，就是特别是我的学生问我一些建议的话，那我当然会给出比较诚实的这个回答，所以我觉得这个要分这个情况，那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中间的吧。好，那我们继续这些问题。你积极寻求探索新的体验和知识领域。我觉得这个积极的去找更多新的感觉和知识的领域，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现在的这个社会就是不断出现很多新的技术啊、新的知识啊、新的这个科技啊，那我当然是对很多新的东西非常的感兴趣，呢，也是让自己不断的去学习新的知识，进入到新的领域。我觉得从这个方面，如果它是跟工作有关系的话，我应该是比较同意的啊。我应该是一个喜欢尝试很多新的东西的人，比如用一些新的科技来帮助我工作，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会更有效率。好，我们看下一个问题，你往往会担心事情会朝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哦，这个很担心事情会往不好的方向发展，这个是他会感觉是你是一个比较积极的人，还是一个比较消极的人啊？你看一个事情，它是好的一方面，还是一个比较负面的啊？这种情况。你会担心这个事情会变得不好，那我应该比较反对的啊，我不是特别会担心这个事情会往糟糕的方向，不是完全的啊，不是完全的担心。有的时候我会想一想，如果有这种负面的，就是有一种不太好的这种结果的可能性，那如果有这样的可能性，我应该怎么样去解决？如果有这种紧急的情况，我应该怎么样去解决？我会想一想，但是我不会特别的担心。我一般都是会在这个事情做这件事情以前，可能会计划的比较充分。那如果这个事情开始了，我开始做了，我就不要担心啊。对，这个是我的性格。好，下一个，你更喜欢独自，就是自己从事兴趣爱好或者是活动，而不是参加集体活动。很有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去做一些跟你的兴趣爱好有关系的啊，比如你喜欢运动，你喜欢音乐，你喜欢打游戏啊，对，各种各样的爱好是你自己去做，而不是参加集体活动。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情况，我应该还是更喜欢这个参加集体活动的。比如像有的时候，我去旅行，那我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会可能跟一个一天的旅行团去体验这个当地的，比如像当地的历史啊，尝一尝当地的美食，所以我还是很喜欢这个集体活动啊。那你更喜欢独自从事，那我应该是比较反对的。好，我们看下一个，你无法想象自己
以写虚构故事为生，以什么什么为生，就是它会成为我的这个工作啊，主要的工作。你无法想象，我没有办法去想象我自己是写这个虚构故事的。有的人他会对未来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啊，可能是我是一个作家，然后呢，我写的这些小说都是这种虚构的，完全跟我们的生活没有关系的。那写这样的故事啊，我没有办法想象我自己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我应该还可以接受啊，还是可以接受的。只不过他这样的一个工作，可能让你感觉没有那么的稳定，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区别。但是我应该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应该有一点点的反对啊，不是完全反对，这个要看情况。你在做决定时，崇尚高效率。你在做决定的时候，这个高效率，效率要非常的高，即使这样会忽视一些情感方面。哦，对不起，这个我还没有说好。你在做决定的时候崇尚高效率，即使这样会忽视一些情感方面。这个是怎么样呢？会忽视一些情感方面。我觉得这个是我会比较同意啊，这个是我的选择。为什么呢？比如我会定一个时间开会，那我觉得这个高效率可能是更重要的。那比如像他是我的朋友，那我们也需要录一个视频，那这个视频可能我觉得现在是最重要的。在这个视频之前之后可能会聊天呀，但是我觉得今天我的目的是拍这个视频，可能我觉得这个效率对我来说是更重要。这段时间我们先不要谈这个私人的生活，或者是我跟朋友之间的这个感情。可能在这个时候，我应该是一个比较同意啊，对，效率，工作效率可能会更重要一些。毕竟大家现在的这个情况都非常非常的忙。好，下一个，你更喜欢先做家务再放松？我应该是比较同意的。做家务，比如我回到了家里，或者是忙了一天，那我大概的要收拾一下啊，对，才能比较舒服的躺在床上睡觉啊，或者是放松啊。我觉得这个环境可能是比较重要，对我的这个心情影响比较大。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可能会先把家里都收拾得很舒服，再看电影啊，再看书，再喝茶，再放松一下。这个我应该是完全同意的。好，那我们看下一个，有意见分歧时，你更重视，就是有意见分歧，跟别的人的意见是不一样的，你更重视证明自己的观点啊，就是我要证明我的观点是最重要的。而不是顾全他人的感受，别人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对我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我要让别的人知道我自己的观点是什么。我觉得对我的这个情况，我应该是完全反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别的人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我表达我自己的这个观点，那别人能不能接受我的观点，他对我的这个想法有什么样的反应，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啊。那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就是能够跟人有共鸣的这样的一个人。如果别人的这个感受不好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对我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呢，我应该是非常反对的啊，非常反对的这样的情况。好的。下一个问题，你在社交场合通常会在社交场合，比如我会去参加一个晚会啊，对，就是跟很多的朋友的朋友一起吃饭，跟朋友和一些他的朋友不认识的人，叫在社交场合或者是跟同事啊一起吃饭，通常会等他人别的人做自我介绍。啊，是我要先等别的人做一些自我介绍，我再介绍我自己。我觉得这个也要分情况吧，应该会一半一半。因为有的时候可能
我觉得自我介绍啊，介绍我自己可能并没有那么的重要啊，对，所以应该算是不反对也不同意，这个要看情况。好，下一个，你的心情会迅速变化。哇哦，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迅速的就是非常快的变化，比如像刚才你还很开心、很兴奋，看到了什么事情，听到了什么样的消息，可能会突然的变得很伤心。那我觉得我应该是完全反对这个的，我跟这种情况应该是相反的。对，我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情绪啊，对，我觉得稳定的情绪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我在跟别的人见面的时候，可能别的人看起来我比较开心的，或者呢，并不一定是我要表现出来我的伤心啊，我的生气呀，我觉得不要用我自己的情绪去影响别的人，所以一般不太会去表现出来自己的情绪啊，对。第三个，下一个，你不会很容易的、很轻易的被情绪化的争论影响。情绪化的争论影响，比如像这个人他比较激动啊，他比较激动，也比较生气。我不会轻易的，我不会那么容易的被这样的情况影响。我觉得如果要是一个陌生人的话，可能对我的影响应该不是很大啊，对。但是如果这个也是要分情况，如果要是真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人啊，他们很生气，我觉得对我还是肯定会有影响的。那不会轻易的，不会那么容易的被这样的，我应该是比较反对的啊，那我就比较反对吧。好，你常常在最后一刻才开始行动，就是在最后的一刻，比如像你突然发现，哎，明天没有什么任务，然后呢没有什么项目了，有很多的时间，那你马上临时决定去做一件事情。我觉得会的，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如果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事情，比如像去安排一次长时间的旅行，从来不会在最后一刻才开始准备，一般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准备的。或者是我现在用的这个准备的时间越来越长啊，以前会有这种比较随性的啊，随时哎，最后一刻马上我们现在去那个北京的长城去住2天玩一玩，可能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少。那我应该是比较反对的，这样的情况会比较少。好，你喜欢辩论道德困境。哇哦，这个题目比较深啊！你喜欢辩论道德困境，道德困境。我想一个例子啊，比如像这个老人老了，那很多的老人会住在这个养老院啊，住在养老院里边。那如果一个孩子把他的父母放到这个养老院里边，不要照顾他的父母，那这个算不算是一个道德的问题？我要不要去辩论这种道德的问题？我觉得我不喜欢辩论，不喜欢讨论这样的困境啊，对，就是很难解决的。我当然是希望这个生活是美好的、简单的，所以我应该是不喜欢辩论，而且非常不喜欢去讨论这样的问题的可能。那我应该是比较反对的吧。好，我们看下一个，哇，终于做了一半了。好，你通常更喜欢和别人在一起，而不是独自一人，就是通常会更喜欢跟别的人在一起，而不是独自一人。我其实很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时间，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跟别的人去沟通，让别人知道自己的想法。那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比较安静的去看书啊，看看电影、喝茶呀、旅行啊，其实这样的机会是挺少的，我还是很期待的。所以呢，我应该是比较反对的啊，希望有一些更多的自己的可以
学习成长的这个时间。好，当讨论变得高度理论化的时候，就是你在跟别的人讨论的时候，然后呢，就是这个话题呢变得特别的有深度啊，有特别专业方面的这样的数据呀、研究啊，非常专业的高度理论化，你会觉得无聊或者是失去兴趣。有的时候会的，如果非常的专业，那不是我特别感兴趣的领域，我觉得可能我不太明白，那我肯定是会失去兴趣的，我应该还是比较同意的。好，当事实与情绪冲突啊，这个是实际的情况跟我的情绪有冲突的时候，你通常会随心而动。哇哦，随心而动，就是根据我自己的这个心情啊，去做这个决定，去做一些事情。那我觉得，比如像我已经安排好了一次旅行，我的父母他会有点担心，他会觉得，哎，这个地方没有那么的安全啊，这种感觉可能会影响我。那以前呢，我会说，哦，不行，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一定要去。但是现在呢，我会考虑一下，他们担心也会影响我的这个旅行的时候这个心情，所以我这样的情况就是 OK，我什么都不在乎，这种情况应该会越来越少，随心而动的这样的感觉应该会越来越少。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情况下要有一点点，还是要更多的去考虑这个，特别是家人啊，家人的一些感觉，所以会有一点点的反对吧。以前可能更多的是同意啊，就是只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现在可能更多的是要考虑一下爱我的人他们的这个感受。好，你很难维持一致的工作或学习计划，很难维持，就是你有一个学习的计划，你要一直这样去做，你很难这样坚持去做这样的计划。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比较能够就是做一件事情可以是保持很长时间的这个热情。我比如像我学习西班牙语，可能已经学习了几年了，虽然不会说特别快的一个进步，但是我希望保持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对于我热爱的很多的事情，我应该是会维持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计划的。所以我应该很难维持，不是的，我应该是比较长时间的去保持我的学习计划，所以我应该非常反对。好，你很少对自己做出的选择产生怀疑，就是我做一个选择啊，对一件事情做了这个选择，然后我怀疑，比如我要买一个新的电脑，我要很难决定啊，我这个电脑要选这个还是要选这个。我买了这个电脑以后呢，我会想啊，这个电脑好不好？对，就是这样，不管是大的还是小的，产生怀疑，你很少对自己做出的选择产生怀疑，很少。我觉得是的，对，就是我一般会在比较会做出比较多的这个分析啊，去想一想。那如果我做了这个决定的话，那我会很少产生怀疑的。你已经做了这个决定了，你就不要想太多了，想太多肯定是会让你更累啊，影响你的这个精力的。那我应该是非常同意的。对，你的朋友认为你活泼开朗，活泼开朗。我觉得我的朋友认为我是活泼开朗的啊，对，就是比较外向的一个人。我觉得我给别人的印象应该是这样的，应该是比较同意的。但是我自己本身的话，我应该没有那么的外向的一个人。好，你喜欢各种形式的创意表达啊，创意表达，比如像什么画画呀、弹钢琴呀，就是做一些歌啊，例如写作啊，写一本书啊，写一首诗啊，你喜欢各种形式的创意表达。哇哦，我应该是怎么说呢？现在对我来说，我表达的这个方式就是我做更多的视频，
那可能会有很多我的想法。那各种形式的应该没有那么多啊，但是我在表达自己的这个感觉的时候，比如我去运动啊，或者是听音乐呀，或者是我弹钢琴，有的时候会有自己的一些情绪，那我应该算是比较同意吧，比较同意的。好，你通常基于客观事实，而不是情感印象来做出选择。啊，这个也是一个理性和感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情况我在分析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在做一个选择的时候，那很多是客观的事实，而不是情感的印象。对于你对一个，比如你要去一个地方旅行，可能你要去的这个国家最近有一些这个不太好的新闻，可能有一些这个安全的问题啊，或者是负面的一些新闻。那你到底要不要去这个国家去旅行？对于你来说，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项目啊，那你做出这个投资，你到底要不要去投资这个项目等等？那这种情况，我肯定是要基于这个客观事实啊，不是这个情感，不是靠我自己对这个国家的印象啊，我肯定是要跟这个客观事实要更多的一些去做出我的选择。但是大事啊，肯定是这样的，小事的话可能没有那么的，我觉得可能不一定是特别在乎吧。但是应该是比较同意的，我会基于客观事实来做出选择，应该是比较同意的。好，你喜欢每天都有一份待办事项清单。待办事项清单就是刚才我说的，你每天要做很多件事情，可能你前一天你已经写好了，你知道今天你要做多少件事情。那我比较喜欢有这样的一个清单啊，对，可以让我比较清楚的知道我今天需要做什么事情。那我工作呢，也是有比较准确的这个时间的安排的。我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状态，那我非常的同意。好，你很少会感觉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我觉得其实现在是比较有安全感的，不管是从生活、工作，还是我做的一些选择，可能都是比较有安全感的。很幸运啊，所以很少会感觉没有安全感。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同意的，对。可能因为家人、朋友各个方面都让我感觉有安全感，比较舒服的一种感觉。好，下一个问题，你会避免打电话？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太愿意给一个人打电话去直接沟通啊，直接沟通，特别是一些比较困难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一些状况啊，跟客户直接沟通。那你会避免打电话？说实话，我觉得我会的，我不太愿意去打电话，在很多的情况下，可能我会更希望去发信息呀、发邮件呀，特别是一种比较尴尬的，或者是很难表达我自己说清楚的一些情况，我会避免打电话。或者日常生活中，我也现在是打电话的情况越来越少，我觉得我应该是比较同意这种情况的。好，你喜欢探索不熟悉的想法和观点。探索就是去找一找啊，不太熟悉的想法和观点，不太熟悉的，不太了解的一些东西。哇哦，这些问题都真的要分情况啊。可能大部分的情况应该我我可能不是特别的愿意去了解，如果不太熟悉啊，可能会试试去尝试去了解一点点。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不太感兴趣了，那可能就会放弃，不会探索特别多吧，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反对的啊，对。因为毕竟现在的很多的时间还是就是需要很多的精力啊、时间，所以不太愿意去花这个时间和精力在所有的事情上。如果不太了解，可能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好的，那下一个，你能轻松的与刚认识的人
打成一片啊，打成一片就是，比如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啊，你很快的就开始跟周围的人就变成了朋友，聊天非常的熟悉，打成一片就是沟通的非常的顺畅啊，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很快变成了好朋友，这样的一种感觉，那很轻松的跟刚刚认识的人打成一片。那我觉得这个应该完全不是我的情况，我应该会比较慢的，比较慢热的。如果你们谁要是真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比较佩服啊，让人佩服的，不是那么容易。对，但是确实是，比如像很多的销售啊，销售的工作，那你可能需要在短时间内去卖出去你的这个产品和服务，那你需要很快的跟周围的人打成一片，让别人知道你。那对于我来说呢，我应该是比较反对，我不是这种情况。好，如果你的计划被打断，就是我有一个计划，有特殊的情况，可能不得不停下来，那你的首要任务是尽快回到正轨。我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你的计划被打断了啊，如果你有一个安排和计划，那因为一些情况不得不停下来。我现在我要是最重要的要想一想，哎，我要马上回到这个正轨，就是马上回到这个原来的这个计划中，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怎么样去尽快的按照以前的这个打算去进行。那我觉得我应该会这样去做啊。对，如果要是有一个安排，然后呢不得不停下来。那如果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或者我试着去找到原因，为什么我不得不停下来？那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会尽快的要回到按照原来的这个计划去做。我觉得我应该是比较同意的，不太会选择放弃。对，应该是比较同意的。下一个，你仍然被你很久以前犯的错误所困扰。困扰的话，就是你有的时候会想一想，会让你觉得哦，这个，嗯我怎么这么笨？我以前怎么犯了这么愚蠢的错误啊？犯了一个这么大的错，你经常会想一想，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对你现在的生活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对你的精神呀、精力呀，可能会有一些这个影响啊。我们在中文这种的有点像是内耗，有一个词比较重要，叫内耗。内耗就是，你自己给你自己一些压力，可能是因为以前的一些错误或者一些决定，让你感觉我很后悔，我很笨，我很愚蠢，你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呢，这个叫做内耗。这个问题是说，你仍然被这样的事情所困扰。我觉得我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是越来越少啊，我很幸运啊，就是我不要让我自己内耗。对，就是很多情况我是往前看，不要对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啊，或者是比如像感情啊、生活呀，或者是工作，就是曾经做了一些决定，那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呢，可能你就不要再想了，不要想特别多，反正已经做了。那你做了这个决定，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你有没有能力去承担这个后果，我觉得很重要啊。但是做了这个决定以后，就不要想太多，不要担心太多。所以我应该是一个比较反对的，我不会想特别多的，有的时候会想一想，会觉得哦，自己做这样的决定真的感觉好笨呢，但是不会想特别多啊，我应该是比较反对的。好，你对讨论未来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不太感兴趣？哇哦，未来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那这个话题不太感兴趣。我应该挺感兴趣的，当然，比如像我们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啊、电动车呀，有那么多新的科技，比如小机器人呀等等。那我们的未来，比如10年以后、20年以后，退休了以后，
那这样的话题的话，我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啊，所以我应该是比较反对的。我觉得大家都会对未来感兴趣吧，很好奇。好的，那我们看下一个问题，你对情绪的控制力，就是我怎么样去控制我的情绪，你对情绪的控制力不如情绪对你的控制力。这个意思就是我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控制情绪，还是这个情绪更多的去控制我，啊，对。比如像我有这种特别伤心的一种感觉，那可能很长时间我不能去恢复，啊，就是这种到底就是你有一种情绪是兴奋呀、后悔呀，还是有点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内耗啊，内耗的这种感觉。就是你这种情绪到底会控制你多长时间，还是你会比较快的去能够从这样的一个情绪中，出来。我觉得，这个应该我还好，我觉得我对这个情绪的控制力啊，还是比较强的。我觉得有的时候比较忙也是一个好的事情，因为就是给你更多的一个动力啊，让你自己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做。比如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很累，就是有的时候没有给你太多的这个机会，让你有负面的情绪，让你自己一直都是比较积极的啊。那我觉得，那我就是比较反对的了，因为我对我的情绪的控制力还是比较强的，比较反对吧。好，做决定时，你更关注受影响者的感受，而不是怎样做最合理或者是最有效的。哇，这个问题好复杂。做决定的时候，那你会更关注受影响者的感受，这个决定会对其他的人有什么样的影响，而不是怎样做最合理或者是最有效的。这个之前我们也说过跟这个类似的话题。我觉得我在做决定的时候，可能如果要是跟工作有关系的，那这个一定是做出一个最合理或者是最有效的一个决定。那我当然是希望受影响的人会越少越好，但是我应该还是比较会做出一个最合理、最有效的一个决定的，根据这个情况，所以我应该是更关注感受，我应该还是比较反对的，这样。